大规模攻势受挫，俄军连续单日过千损失，以军已经做好2次停火的准备。欧盟考虑暂停匈牙利投票权，德国为乌克兰订购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炮弹，俄罗斯15套洲际导弹发射装置进入战斗值班，英国4-5级驱逐舰首次实战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买不到 F-35、F-16，土耳其选择二手阵风，乌军首次公布弓箭手实战画面，同时新获 AQ-400 无人机，可飞750公里袭击莫斯科。为了打开阿夫迪夫卡缺口，策应南部战线，乌军在内维尔斯克发动进攻，与俄军第110机动步枪旅发动激烈战斗，成功占领俄军部分阵地，并从这些阵地缓慢推进。与此同时，俄军又向阿夫迪夫卡南部与北部同时发动进攻。在北部斯特波夫方向，乌军在北部部署了9个旅的兵力，俄军在夜间派出装甲与步兵部队发动冲锋，但遭到乌军 M2A2 装备的25毫米链炮的压制，使得俄军遭受不小的损失。而在阿夫迪夫卡南部的沃迪亚内和奥皮特内方向，俄军进攻同样受损，扔下大批装备和步兵尸体撤离，未取得明显进展。时间过去这么久，阿夫迪夫卡仍是一座绞肉机。在赫尔松方向，俄军出动装甲部队与步兵纵队进攻克林基，同时遭到乌军打击。乌军封锁了奥列什基、克林基、西因卡霍夫卡之间的重要道路，对俄军后勤补给造成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乌克兰仍源源不断地向第聂伯河方向增援部队。而在巴赫穆特、扎波罗热以及马林卡方向，战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仍在维持现状。不过在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克雷明纳地区，俄军在这个方向拼尽全力，多次向辛基夫卡发动大规模进攻。等待俄军的是乌军精准火炮、无人机以及地雷的攻击。俄军在这里损失惨重，一支大型俄军纵队袭击克雷明纳西南的乌军阵地时被击败。在12月18日，乌军发布战报，俄军新增阵亡人数1080人，损失44辆坦克、60辆装甲车、38门火炮、3辆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以及56辆后勤车辆等。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是黑暗的一天，连续数日损失超1000人，看来是想利用今年最后1个月取得战果，毕竟俄罗斯将要进行大选了。在猛攻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同时，以色列北部也将发生直接冲突。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北部攻势的目标对象就是得到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这是哈马斯的盟友，同时也是抵抗之呼的成员。为了应对真主党不断的挑衅，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将随时改变防御态势，对黎巴嫩展开全面进攻，并且以军总参谋长已经批准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方案，并对各项准备工作做出了时间安排。北部农业区的数万以色列民众也已经开始从边境撤离。其实早在1个月前，10万以军就已经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临时边界进行部署，大量战机也被部署到临时边界附近的机场。双方之间的局势正在越来越紧张。按照以色列国防军高层的说法，如果外交手段阻止不了真主党的袭击，那么将展开一场必要的军事行动，如同在加沙展开的地面攻势一样，对黎巴嫩境内展开进攻。在边境局势骤变的同时，以色列也将解救被哈马斯关押的人员，正在寻求与哈马斯的第2次停火。当地时间12月19日，以色列总理赫尔佐格与80个国家或地区的大使在耶路撒冷进行了会面，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第2次停火的准备。哈马斯的主要高层也在12月20日赶往埃及，商讨加沙停火协议以及双方交换被关押人员的相关事项。11月底，在埃及与卡塔尔的推动下，加沙实现了第1次停火，时间共持续了7天。在这期间，以色列释放了200余人，哈马斯释放了100余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见被关押人员家属的时候表示，已经将摩萨德派负责人2次派往欧洲，推动被关押人员的释放进程。在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将不遗余力。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的主要分歧是在被关押人员的释放问题上。哈马斯释放的前提是以色列军队必须先停火，并撤退到预定的地区，但很明显，以色列并不会接受这项要求。尽管如此，以色列仍在为临时停火做准备。
加兰特表示，哈马斯与以色列周旋了10几年，在加沙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以色列想要彻底消灭哈马斯，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对哈马斯的作战将是一个长期行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心并没有改变。在彻底改变加沙局势之前，以色列是不可能停手的。自12月15日，匈牙利动用否决权，否决500亿欧元队伍援助计划，并试图用援助乌克兰的投票来要求解冻匈牙利全部300亿欧元资金后，就引起了欧盟和欧洲议会的不满。欧洲议会议员拉萨尤克涅维切内曾言：“让我们开始考虑暂停匈牙利投票权的程序。我们必须找到合法的方法来阻止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立陶宛常驻欧盟代表也曾暗示称，鉴于匈牙利对本周欧洲理事会会议结果的立场，匈牙利应该离开欧盟。可见欧盟绝不会容忍匈牙利这般勒索。具体的一些措施，12月18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对乌援助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标志着他与欧盟的关系跌入了新的低谷。目前，一些欧盟官员已经考虑重新启动欧洲联盟条约第7条对违反法治行为的惩罚程序。该程序可以让匈牙利的投票权终止。虽然该程序可以被另一个欧盟成员国阻止，但波兰政府的更迭意味着匈牙利不再有一个有保障的保护者。届时，欧盟的其他26个成员国便可自行达成协议。所以，一些欧洲官员认为，当务之急是说服欧尔班在资金问题上选择退让，让他意识到被孤立的全部代价是惨重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也宣布，欧盟将于2024年2月1日举行特别峰会，来讨论为期4年向乌克兰追加500亿欧元援助的问题。在欧盟处理匈牙利问题时，一些成员国已经开始单独援乌了。据美国防务新闻12月19日的报道，德国批准了价值超过4亿美元、155毫米口径火箭炮炮弹的订单，订购对象分别是莱茵金属公司和一家身份不详的法国公司。据18日莱茵金属公司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根据德国陆军与公司现有的一项框架协议，德国陆军又为乌克兰部队订购了数万发总价值至少1亿欧元的炮弹。而在此之前，德国国防部还在14日宣布，正以2.78亿欧元的价格从一家法国军备公司购买6.8万发炮弹给乌克兰。可见此前对乌克兰的承诺一直有效，且在逐步实现中。那这些订单何时会交付呢？莱茵金属公司称，德国联邦国防军以上亿欧元订购的155毫米口径弹药，计划是在2025年交付。这一订单是今年7月份达成的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协议内容是交付数十万发炮弹、引信和发射装药，直至2029年，订单总额可能在12亿欧元左右。而且，据莱茵金属公司的月报告显示，截至9月底，该公司的武器弹药订单积压量同比增加了1倍多，达到113亿欧元。主要订单包括2份多年期弹药框架协议。为此，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2024年大幅增加产量，以将年生产能力提高到70万发炮弹左右，来完成这些订单。乌军实力即将得到提升，俄军也没闲着。据俄罗斯卫星社12月19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日开展的俄罗斯国防部部务扩大会议上表示，到2023年年底，俄军战略火箭兵将接收15套亚尔斯洲际导弹和先锋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会议上，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总结称，2023年，俄军为了接装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先锋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亚尔斯洲际导弹，共修建设施592个高科技设施，并正在加速建设能装备海燕核巡航导弹和波塞顿无人核鱼雷战略系统的基础建设。如今的俄3位一体核力量，据悉，俄军战略导弹部队目前已经完成了对现代先锋导弹系统的改装和继续装备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复合体的工作。空中战略导弹力量图 160M 的交付工作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整个2023年，光是空中巡逻，俄战略航空部队就进行了20次。在海上，俄海军已经投入使用了装载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的波斯基大公号 955A 型核潜艇，并增加了4艘现代多用途潜艇和8艘水面舰艇。最后的俄航空太空军也获得了237架飞机和直升机、86套防空导弹武器和67个雷达站。培训飞行时间也因新战斗训练飞机的到来而平均增加了20%。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力量正保持在确保战略威慑的水平上。据此次会议的报告显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已达到 95%， 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终于，英国4-5级驱逐舰有了首次实战经历，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的钻石号驱逐舰12月16日在红海海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极有可能是胡塞武装发射的钻石号驱逐舰，是在2周前部署到红海海域的，执行美国与英国加强维护海上安全、保障以色列船只安全的任务，当然也有寻找实战机会的意思。此次袭击的无人机应该是来自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支持下，胡塞武装装备了大量导弹与无人机，持续加强在红海海域的攻击行为，尤其是以色列的商船。按道理说，4-5级驱逐舰的整体性能还不错，配备了欧洲共同研发的 PAAMS 防空系统。PAAMS 的雷达系统因使用国不同而异，配备6组8连装索尔 A50 垂直发射器，混合装填紫苑防空导弹。英国皇家海军将这套防空导弹系统称之为海毒蛇，可以同时追踪和攻击多个目标，包括战斗机、导弹以及无人机。不过4-5级驱逐舰首次获得外界关注，却是因为自身所存在的缺陷。2021年4-5级驱逐舰在首次海外任务中担任了伊丽莎白号航母的护卫舰，结果却因动力系统在地中海海域停摆，只能在紧急修理之后脱离舰地，提前返回普茨茅斯进行维修。尽管在航母打击群中掉了链子，但如今的4-5级驱逐舰已经在红海海域经历了实战，并且结果还不错。阿斯特防空导弹成功拦截无人机的威胁，保障了过往商船，也算是为自己证明。现在的红海早就成为北约各国刷经验的地方了。就在上周，法国部署在红海的格朗多克号巡防舰同样击落了多架无人机，这也是该型军舰的首次实战记录。与此同时，为了应对胡塞武装不断在红海袭击的行为，美国宣布将与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以及西班牙等10国合作开展繁荣卫士行动。一些国家将在红海南部与亚丁湾进行联合巡逻，而另一些国家则提供情报支持。另外，美国也将协调更多国家参与保障这条承载全球贸易 12% 的红海航线。不知道胡塞武装作何感想？再怎么无法无天，也不敢与10多个甚至更多的国家开战吧？估计胡塞武装可以消停一段时间了。就在土耳其还在恳请美国出售 F-16的时候，死对头希腊都要完成空军升级了，不仅拥有了 F-35与 F-16， 近段时间美国又批准了出售黑鹰直升机与其他军事装备，此次交易价值 19.5 亿美元，将转交希腊35架 UH-60M 型黑鹰直升机，另外还包括机枪、火箭炮、先进电子套件以及训练和后勤支援等其他装备。洛克希德公司旗下的塞考斯基将成为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作为土耳其的死对头，近些年来希腊一直在加强军事实力。在今年7月，瑞典国防部长登迪亚斯表示，在未来4年内将增加 126.2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并筹划19项重大采购案，其中包括升级37架 F-16 战机，并至少采购20架 F-35。而在2021年，希腊已与法国达索签署合同，采购18架阵风战斗机。到了2022年，又追加了6架战机，总数达到了24架。此外，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在去年北约峰会之后表示，空军已经正式要求采购20架 F-35，并拥有追加20架的选择权。而美国也在今年宣布批准出售 F-35 战机。这套操作下来，土耳其估计会非常郁闷。毕竟自己的对头一直在提升空中实力，而自己什么都没有。因为在2019年，土耳其因为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认为 S-400 与北约支持防空系统并不兼容，并且还有可能有助于俄罗斯准总 F-35，于是便将土耳其踢出了 F-35 的开发计划。但在此之前，土耳其已经为 F-35 的开发与生产支付了14亿美元。眼看 F-35 没响头了，于是在2021年，土耳其希望从美国采购 F-16 战机和一些现代化装备。但美国给的建议是，此前为 F-35 支付的14亿美元可以用来换购 F-16 战机。直到现在，土耳其都没有拿到这14亿美元。在此之下，土耳其也考虑从欧洲采购2手台风战斗机来解决如今的困境。之所以会选择台风战机，还是因为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长期争端。
尤其是在希腊采购阵风战机之后，土耳其也必须为自己的空军提升实力。不过，台风战机由英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联合研制，在出售时是需要经过这4国的同意才可以。从11月16日开始，土耳其便与英国和西班牙进行谈判，希望采购40架台风战斗机，但这一想法似乎令法国无法接受。德国也坚决反对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一方面，德国本就执行严格的武器出口政策，另一方面是德国和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所以德国可能会使用否定权来限制土耳其采购台风战机。此外，作为参与研制国之一的意大利也没有对此事表态，这都将为土耳其的采购计划增添许多变数。在自研战机列装之前，也不知道土耳其还有什么办法来解决现有的困境了。俄军有弓箭兵，乌军就有世界射速最快的弓箭手火炮系统。12月17日，乌军首次公布其实战画面。乌军新获 AQ-400 无人机，可飞750公里，能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境内高价值目标。今年3月份，瑞典决定援乌乌军10辆弓箭手，且首批的8辆已于11月初交付。而在12月17日，乌克兰军方首度公布了弓箭手自走炮投入实战的画面，展示了这款武器的优秀性能。据乌克兰网站18日报道，乌军第45独立炮兵旅经常使用该炮打击东部的俄军侵略者。瑞典弓箭手155毫米自走炮在各国的机动火炮发展中极具优势。初期型号采用 Volvo A30D 6x6 铰接式底盘，配备340匹柴油引擎，最高时速75公里，行驶距离500公里，爬坡度22度，涉水深1.2米，拥有与美制史崔克甲车几乎同等的路速与越野能力，可以做到快速机动部署和脱离，而且它还可用 A400M 运输机进行远程战略运输。另外，它的外形整洁，不像其他车载炮那样零散，更是增加了自卫火力。其驾驶舱上方配备了一座 BAE LEMUR 遥控武器站，装备 12.7 毫米口径机枪和烟雾发射器，做到了火力持续和维修简便的优点，其性能远超牵引式榴弹炮，具备快、狠、准的战场火力优势。到了后期，2020年开始，弓箭手自走炮进行了大幅改装，载具换装德国 KMW MAN 8x8卡车，外形已和原先不同，越野性能更佳，可在极地气候和生化防护下持续作战，同时还强化了车辆防御力，其可抵挡 7.62 毫米口径穿甲弹和炮弹破片，车体可承受相当于6公斤黄色炸药的地雷爆炸冲击，即使所有轮胎在受损的情况下，仍可行驶至少80公里来脱离危险区域。据公开资料介绍，弓箭手自走炮拥有极佳的战术机动性，30秒内即可从静止状态完成发射准备，而发射完毕的回收时间也缩短至了25秒。快速完成发射准备和回收机动，能以最高限度减少敌人还击能力，大幅提高了战场存活率。其采用全自动的 FH-77B 155毫米52倍镜榴炮，射速可达每分钟8发，因此它号称世界射速最快榴弹炮。它的弹药装填作业采用全自动化，所以即使遇到特殊状况，单人操作也是可以的。它在发射 BONUS 反装甲炮弹时，最远可达35公里；发射传统炮弹时，则有40公里的最大射程。若使用如 XM982 神剑等精确导引弹，则可达到57公里的射程。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挪威、瑞典均有使用 XM982 神剑炮弹，一枚便可抵上10余枚一般炮弹的破坏效果。乌克兰本土生产的自杀式无人机 AQ-400 已经开始供应军队使用。据大纪元时报19日报道，乌克兰 TA 公司宣布已完成首批 AQ-400 Size 无人机的交付和后续战斗部署所需的采购工作。该公司强调，目前该无人机的初始生产能力为每月100架，不过正计划将产能提高到每月500架。不可否认，乌克兰在增强其部队作战能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根据该公司公布的性能参数显示， AQ-400 是一款远程单向攻击型无人机，且专为从短跑道或弹射器发射而设计。其翼展 2.3 米，巡航时速达144公里，航程750公里，可以轻松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大量俄罗斯境内关键目标。起飞重量100公斤，其中有效载荷32公斤。
如果缩小航程，还可扩充套件至70公斤。这款无人机的显著特点是组装速度快、生产规模大及成本低。据 TA 公司透露，这款无人机基本型的成本约为 1.5万美元，进阶款价格可能会上涨到3万美元左右。由此可见，该无人机的列装将进一步扩充乌军的无人机战术。目前也有部分 AQ-400 无人机用于打击俄罗斯目标。同时，据防务快报18日报道，乌克兰的 AQ-400 无人机是对见证者无人机的回应。至于外界质疑这款无人机容易行迹败露而遭拦截，有相关报道解释称，消耗俄军防空力量也正是 AQ-400 无人机的使命之一。此前，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格·费多洛夫宣称的每月可以生产数千甚至上万架无人机正在逐步实现。